先再次谢谢大家来参加今天亚洲独立艺术空间历史与档案的国际论坛。在正式进入每一场发表和讨论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另外这次论坛的一些背景。那当然，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论坛是我们从2022年开始的台湾独立艺术空间档案计划的一个里程碑。那这个论坛的举办呢，其实也反映了我们在进行台湾档案的研究的时候所发现的一些共同的议题。那这些议题呢，不仅是存在于台湾，它其实也是出现在亚洲其他地区的独立艺术空间发展中。那要先再次谢谢昨天的鬼地学给我们一个很棒的主题演讲。那我想在我们今天的各场发表中，应该都可以有一些大家发现一些地方是可以跟昨天的主题论坛相互呼应跟讨论的。那首先呢，在我们在这一次的档案计划里面所设定的年代范围是1980年代末到2010年间。这个时间段呢，不仅仅是台湾终于解除了从2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的军事戒严，让空间的自由运用变得可能。也是台湾甚至是亚洲各地的独立艺术空间最活跃的时期。我们在这一次的计划里面呢，总共收录了6个独立艺术空间的档案，就是现在大家荧幕上看到的这6个。试着去系统性的整理这些空间是如何去回应当时的社会文化脉络，并探索他们如何去重新定义艺术的形式跟内容。那这一次的论坛呢，就是基于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去探讨亚洲地区的独立艺术空间的历史跟档案是如何相互呼应，以及他们在当代艺术史中的角色跟影响。今天这场论坛介绍呢，我就是希望能够透过我们这一次收录的这些空间档案的研究的过程，为大家提供一些台湾的脉络，也希望能够为接下来的每一场发表铺下一些理解的基础。不过当然，在我们进一步去讨论台湾独立艺术空间本身的发展之前，我觉得必要的仍然是去回顾一下这一些艺术空间开始发展的背后的社会政治背景，还有一些文化脉络。那尤其是1980年代末期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如何塑造了这一些空间的形成还有运作的模式。那首先呢，就是1979年当时是还在戒严时期的台湾社会，首先面临的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的这个外交的挫败。那这个事件呢，也促使了以民主化为诉求的党外杂志《美丽岛》的成立。1979年底，美丽岛杂志社在高雄举办了集会。这个集会是在人权日当天举行的，要求政府开放言论自由以及民主政治。但很快的呢，就遭受到政保部队的镇压，然后有许多民主运动人士因此被捕入狱，被进行军法的审判。那这个也就是现在我们大家所知道的美丽岛事件。但虽然说这个看起来在民主运动上是一个蛮大的挫败，可是在民间台湾去推动民主化的力量是没有因此消散，反而是在1980年代随着亚洲各地第3波的民主化运动不断的累积。其中一个很明确的例子呢，就是在1986年的2月，菲律宾的人民力量革命，透过公民的集结，去推翻了只剩20年的马可仕独裁政权。那这个非暴力革命呢，让台湾的民主运动
发起了绿色行动，然后透过集会游行诉求和平，取消戒严。那大家现在在荧幕上看的这个是自由杂志的当时的版型内容。那我在这边不确定大家是不是看得清楚，就是这边有非常明确的说出来，这个绿色行动在哪些地方是受到了菲律宾的民间革命的启发。这些东西其实是在网络上原来可以查得到的，所以有兴趣的朋友是可以自己在网络上看到更多详细的资讯。那如果我们将这一种集会游行看成是一种人民在政治跟社会上对于自由空间的追求，那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创作，大概就是陈介仁在1983年在西门町的街头的游击式行为演出《机能丧尸第3号》。那这个行为艺术呢，就直接挑战了当时戒严体制对于公共空间的控制，展现了艺术家是如何透过身体跟空间的介入来争取表达的自由。但如果我们再更拉开一点看，然后这个争取表达的自由，其实在台湾在1980年代就已经也有越来越多的创作，透过艺术表达自由来去处理创作上的空间的问题。那例如左边这一张就是1984年在春之伊朗所举办的异度空间的这个展览。那左边的这个作品呢是林秀如的白色的延续。在1985年呢，继异度空间之后，有一个超度空间的展览。这边呢是赖声川的作品，三代一体赖声川的作品。他最近在里面办了一个回顾展，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这位在当时相当具有影响力的台湾的女性艺术家的作品。那这两个展览呢，其实就是率先将空间这个东西纳入抽象艺术表现的一个关键的要素，跳出了过往在抽象艺术里面平面的那种表现的模式。那在这个之后呢，其实1985年台北市立美术馆也就第一次举办了这个前卫装置空间的这个特展。当然当时这个特展也许在前卫装置艺术的概念上并不完全与其他前卫艺术家的装置的概念接近，但是这也是台湾的国家博物馆美术馆第一次透过这种大型的特展装置的作品去探索空间跟观念艺术的关系。那这些相关的论述呢，其实是我们这一次邀请的讲者之一，就是王炳华老师的早期策展研究里面这一本当空间成为事件里面就已经讲了许多分析，然后这一本其实也是我们这一次在发展研究计划的时候一个相当重要的参考书。当这一本出来的时候，它主要是讲说这些空间它如何这些在空间里面举办的展览如何成为重大的艺术事件。那在我们这个研究计划里面，看的是这些早期可能散布在街头的游击式的艺术事件如何附着在空间里面，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事件成为了空间。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简单的说，自由跟民主这两个精神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在独立艺术空间里面看到的核心价值，可能是深刻的影响了独立艺术空间的发展与实践的方式。那在自由上，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可以看到由当时开始发展的装置艺术，其实越来越需要一些可以实验、可以自由去运用的空间。在美术馆跟商业化上的各种限制呢，就会促使艺术家去进一步的开始寻找
所以在1986年至1985年，我们看到北美馆做那个装置展之后，许多当时参展的艺术家就把它转成成立了这个苏卡现代艺术工作室。然后右边这一张呢，就是苏卡在开幕的时候的这个环境装置录影展开幕的时候的一个状况，非常参与的艺术家。那其中呢，比如说像这个是中普，这个就是当时有参与异度空间跟超度空间两个展览的艺术家。除此之外呢，在收卡结束之后，部分收卡的老师跟学生在共同成立了一通公园。那这些空间的出现呢，不仅是提供了艺术家更自由的创作环境，也是挑战了主流艺术的机构对于展示的形式跟展示内容的既定想象。那我想这边再补充一点是，尽管当时90年代已经开始了一些不同的台湾讲替代的空间，但是一通公园仍然是少数可以让艺术家把窗子打掉、把墙打掉这一种非常弹性的空间的运用方式。那这一种方式其实当然也促使很多艺术家是更勇于去挑战、突破当时的艺术的想象。那所谓的民主精神指的是什么呢？它体现在的地方是独立艺术空间的组织跟组织结构的决策过程里面。那解严后呢，也是因为美术馆跟商业化仍然是有不少审查的机制，或者是说对美学的偏好，那也让艺术家开始觉得他们要开辟一个自主的空间。在这样子的脉络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1990年代中期，独立艺术空间，包含台北在1989年成立的光华公寓，1995年成立的新乐园艺术空间，在台南呢就有1992年成立的边陲文化，然后高雄呢就是有1990年成立的大埔画廊，以及1997年成立的新兵码头等。那这几个空间呢，其实大家都是选择用艺术家合作画廊，或者是说艺术家自营空间的这种形式去营运。那这个模式的重要性在于说，大家不仅只是出资共同成立空间，那它其实也是需要共同去进行营运跟展览的决策，来确保所有参与的艺术家能够有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空间。在我看来，这种模式就不单只是一种时代的趋势，那其中当然也包含了造成这种趋势的时代精神跟社会的条件。那这是我们在讨论台湾的独立艺术空间发展的时候不可以忽略的一个重要的背景。那这同时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台湾独立艺术空间档案计划在思考要收录哪一些空间档案的时候，采取的策略呢是尽可能去描绘所谓独立自主的这个多样性是什么，然后还有这种多样性在台湾发展当代艺术的历史里面造成了哪些影响。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些档案，不只是记录这些空间的存在跟历史，然后更是要去呈现他们如何在特定的社会跟政治脉络中产生作用，如何进一步去挑战当时的艺术生态。那到底要如何去描绘独立自主的多样性是什么呢？这个方法到底是什么？那首先我们看的呢，其实就是这些独立空间到底是独立于什么而存在。那在他们的想象中，那个要抵抗的对象或者是敌人到底是什么？那这个问题呢，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会决定了就是这样子的思考方式，会决定这些空间的定位、它的运作方式，还有跟外部世界的运作模式。在这次档案计划里面，我们收录到最早的空间当然是1989年成立
己的实验跟前卫性的作品。那当然，他们也会举办座谈会啊，制作这些刊物，来促进他们理想中的艺术对话。那我们在这里的这个首都早报的简报里面就可以看到说，他当时如何报道2号公寓的成立。我们看这一句就是说，他们成立的原因是希望能够不受大环境中商业取向和体制权威的牵制，有自主发表作品的机会。那我觉得这个是蛮具体而为的说明。2号公寓成立的时候，他们那个追求自由跟追求民主的精神是什么？那虽然说当然2号公寓的成员是各自有各自的风格，可是当他们用团体的名义去举办联展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经常呈现出对社会的批判意识。那例如1991年在北美馆的公寓展，就透过公寓这个主题去描绘台湾的社会和经济状态。那1994年在省立美术馆，就是现在的国立美术馆，他们在那边举办了叫做台湾颂。这个颂呢是在中文里面是用注音拼音，但是在英文里面是歌唱者台湾颂。在这个稿里面，他们是进一步的去更尖锐的批判台湾的文化现象。就像这一种社会批判的风格，也当然很快的也就引起了艺术界跟媒体的共鸣，让他们在成立不久以后，就吸引了主流美术馆跟商业化的关注。那接下来，在2号公寓成立的隔年，在台湾的另外一端高雄，也就成立了大埔画廊。那他们的企图呢，只是希望能够在相对困难的台湾南部的商业艺术环境里面呢，为实验性的前卫艺术开创市场。在这个大目标上面，他们的策略是尽量的去挖掘跟展出具有实验精神，而且在创作上有一定成熟度的艺术家。那画廊本身呢，也会固定收藏展出艺术家的作品，作为开创市场的手段。我个人觉得这个方法当然是相当的聪明，在还没有所谓的市场的时候，能够促进跟创造市场的其中一个方法，当然就是要人收藏。那这个策略呢，在一开始就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甚至很快的让他们在2年以后就有机会台北开了一个分部，台北百科。那在高雄跟在台北各有一间画廊的好处呢，就是他们可以邀请当时2号公寓以及刚刚提到的一通公园的艺术家都有机会到南部进行展出，促进南北艺术家的交流跟艺术市场的活动。那当时呢，甚至留下这个所谓北一通南阿普这种当时的流行那如果一样，你知道这一句流行的话，大概应该都比我还老一点。但我们可以从这一句话看到，这2栋分别在台北跟高雄的艺术空间，在成为艺术上的重要性是什么？那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其实当时大埔画廊的成员也都参与了在高雄另外一个重要的艺术团体高雄现代化学会。那在1991年的时候，当时高雄市的官方美术馆举办了一个不分媒材跟概念的高雄当代艺术展。那这个与当时高雄现代化学会所理解的当代艺术的内涵是有非常大的差异跟不同。那这个不同呢，进而促使就是当时许多现代化学会的成员是先退出了高雄官方举办的当代艺术展，然后进而在大埔画廊举办了一个体制外的高雄当代艺术展会。
那作为他们去论述什么是当代艺术的实践。那这个展览里面呢，我们看到就不只是关于当代艺术在台湾文化的理解跟论述，更明确来说，它应该是高雄的当代艺术如何与这个海港工业城的文化结合，然后被当成是一种黑化的表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是当时高雄当代艺术展报的文选。我不确定是不是看得很清楚，但是我想当然，如果对台湾的高雄当代艺术已经有一定理解很清楚，那我就也要稍微讲一下高雄黑化这件事情呢，对他们来讲，所谓的海港工业城的这个表现方式呢，是好像透过这样子的背景，使高雄的艺术家共同呈现出一种具黑色的气质，然后是具有出众、浓浊、混沌、黏热的黑色品格，来去当做90年代高雄当代艺术的注解。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谈高雄谈当代艺术的时候，高雄其实是与台北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风格。那当一中公园2号公寓还有阿普华这些当时台湾所谓的替代空间，逐渐在1990年代的初期崭露头角，而取得影响力的时候，1992年在台南其实成立了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空间，叫做原水文化。这个呢是由一群大学毕业不久年轻艺术家所成立的空间。那他们首先意识到的是，台北作为在台湾在政治跟艺术上的首都，在文化资源跟话语上所造成的一个垄断的效应。那他们要去替代呢，也并不只是说台南当时相对缺乏的展演空间，他们更是要去替代台北的替代空间。他的方法就是，比如说当台北的当代艺术在谈身份认同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2号公寓谈身份认同、谈社会批判，或者是例如一同跟手法是专注在一个纯粹艺术形式的突破上的时候，那编曲文化则是透过展览去讨论更为普世的文化生态、当代的都市环境，甚至是人类文明这一种具有文化批判性质的议题。我觉得在许多方面来讲，这个非常微型，看起来没有什么影响力，甚至连寿命都相当短暂的空间，在艺术地理跟政治的批判敏锐度上，其实都和我们现在当代艺术的议题是相对接近的。那编曲文化的案例之所以特别呢，是因为对我来说，它的重要性并不是在规模、寿命，或者是否具有所谓的影响力，而是在于它提出的这个问题跟视角的独特性，然后以及它甚至是用独立艺术空间的这个角色去挑战既有的艺术地理跟权力的结构。那其实编曲文化的研究呢，也是我们这一次论坛所邀请的讲者之一杨家学当年的一个研究计划，所以我们也算是站在他这个巨人的肩膀上，继续进行了编曲文化的大的收录。那到了1990年代中期然后公寓阿普华还有编曲文化都先后因为理念或者是经济的状况结束了。不过呢，这个时候台湾的艺术环境其实已经跟90年代初期是相当的不一样。有2号公寓、阿普华还有一中公园这些早期的独立艺术空间所形成的影响力，还有越来越强壮的艺术社群，其实已经对官方美术馆还有商业画廊在美学的
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呢，就是台湾在1995年首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时候，那当时代表台湾的前卫艺术家就包含了2号公寓的成员严德成，以及我们这一次论坛的闭幕讲者马丽老师在那边。那这个转变呢，就说明了这独立艺术空间如何从一个边缘跟小众的位置，逐渐影响复合的艺术场景，如何去改变了整个艺术生态的运作逻辑跟价值的取向。就在这个时候，就90年代中期，台北跟高雄呢就分别承继了大号公寓跟阿普花廊的人际网络，分别成立了台北成立了新乐园，高雄成立了新兵码头。那这2个空间呢，也是台湾目前非常非常少数从90年代到现在都还在营运的空间。台北的新乐园在这个时候还要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90年代初2号公寓要去挑战的美学品味的问题，那他们要处理的反而是越来越多的年轻艺术家如何让他们有空间在创作上进行探索跟实验。也是因为如此，所以新乐园的这个合作画廊的模式呢，采用的方法是每2年轮替一次成员的组合，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方式，尽可能的让那一些刚从学院毕业的年轻艺术家有一个进入职业生涯的跳板。那像这一种希望促进新生代交流的趋势，也可以在高雄的新兵码头里面看到。高雄新兵码头同样主要也是以高雄现代化学会的成员来组成。不过呢，新兵码头作为一个空间的名称，它就是带有一个不仅只是画廊空间的企图，更是希望能够像码头一样，让艺术家、不同艺术家可以聚集跟交流。那如果大家还记得刚刚我们稍早提到阿普画廊如何透过高雄当代艺术展2这个展览去探索高雄当代艺术的定义，那新兵码头呢也可以说是继续拓展了这一种探索，甚至进一步的去形塑跟强化了我们现在对于高雄当代艺术那一种具有蓝领的色彩，或者是所谓生猛有力的当代艺术的印象。不过呢，虽然说这2个空间在面对的是各自城市里面的艺术生态，有一些转变其实是彼此相互呼应的，那就是2000年以后在台湾开始成长的政府艺文补助，然后以及当代艺术中这个策展的概念是如何随着这些补助跟艺术空间一起蓬勃发展。那以新兵码头来讲，他们在2001年看到开始拿到官方补助以后，最大的转变就是他们开始认为自己需要，因为拿了纳税人的钱，所以需要承担更多的公共性跟公共责任。那也是因此开始有意识的把新兵码头从所谓艺术家的自营空间变成一种公共财，更重视空间本身作为一个城市节点的一个能动性，并不只是单纯的让参与的会员去做个展或者是联展的空间而已。那这样子的策略呢，这样子的特展跟策略的实践，就包含了2001年底他们举办的这个场域的流动性，然后去呼应当时的高雄国际富贵艺术节。然后在2003年呢，也是办了这个黑手打鼓工业高雄的这个展览。那其实他们在2006年也当时的 CO6 的台湾前卫文件展有不少合作。那这些都是具体的策展实践，去同步回应高雄当代艺术的当代性，并且展现新兵的公共
新乐园则是在经历了非常多年的财务困难之后，在2004年才申请，然后而且获得了政府的补助，并且明确的决定去发展各类策展计划。当新乐园呢从一个艺术家自领的合作画廊，很明确的有意识的转变成一个策展组织。那这个就包含了我们现在网上看到2006年的燕子之城这个展览，那它处理的是移民跟殖民记忆跟台湾文化的问题。那当然在2007年、2009年，甚至到现在，其实都可以看到他们如何越来越频繁的透过策展这个方式呢，去作为他们组织里面的一个模式。那当然，这并不是说在2000年前，好像独立艺术空间或者台湾的艺术圈就没有策展的实践。但是从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发现策展这个概念是如何透过独立艺术空间的平台，逐渐变成一个与社会跟城市或者是社区对话的方式。那以及同时，独立艺术空间也就成为了不只是艺术家，也是策展人去实验跟探索的一个空间。从90年代到2000年，那台湾的这些替代空间，当然在国内进行了非常非常多的讨论，但是大部分的时候，他们仍然是被当成是一种没有那么精致的美术馆的白灰的空间。这些通常呢是由民宅改建的艺术空间，大部分时候就是仍然是被期待是一种很中性的，不带有任何个性的地方，来去方便不同的艺术家展示作品。但是呢，2000年在台南成立的文献油漆工程行，它是选择要保留空间原有的特色跟历史，然后甚至进一步将替代空间这个议题所关注的焦点，从艺术作品转移到空间本身，然后甚至进一步的将空间转变成艺术创作的延伸。所以我们可以从现在荧幕上面在后面可以大家看到，左边这一张就是文献油漆工程行刚成立的时候内部的状态，它是刻意的保留了比如说这些题字啊，然后以及很多在空间仍然是在做油漆生意的时候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然后甚至到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文献油漆工程的空间本身，即便你不走入展场，就是你仍然可以看到空间本身其实就具有某种艺术作品的性质在这里。那这种对于替代空间的批判性的思考，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文献早期的参与者，大多是台南艺术大学的学生。那在这个例子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所谓这个当代艺术体制的这个对象，已经从90年代的商业画廊还有美术馆，进一步的延伸到了艺术学院。那从这样子的演变里面，我们也可以比较明确跟具体的去理解，透过独立艺术空间的发展，是可以如何去观察一个地区的艺术结构与生态。还有当我们谈论当代艺术史的时候，其实每一个地区内部的当代性，实际上仍然是充满着各种分歧与差异的。那这一点呢，我想也是我们的档案工作之所以独特跟重要的地方。好，那最后我想要再透过文献油漆行在2018年的结束，来提出一个观察。在我跟文献油漆工程行的负责艺术家林宏比访谈的过程中，他提到说，结束文献的运作，其实也是希望文献能够避免被机构化。那他所谓的这个机构化呢，在我看来，其实有一部分指的也是这种好像新自由主义下政府补助机制的结构矛盾。那除了我刚刚提到的新乐园跟新编码头
术制度上所造成的影响，其实也就是把那一些可以量化的市场逻辑内化成为艺术空间的生存法则。政府对于当代独立艺术空间的补助，某种程度上也是透过这个支持独立的名义，将反体制的能量导向体制可以控管的轨道。虽然说政府补助当然一开始是利益良好的，但是不可否认的，在这么多年下来以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补助所造成的结构困境，或多或少也是所谓当代艺术空间为什么总是有这种机构化的倾向，或者是说机构化的危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这次的这个国际论坛，也就是基于我刚刚提到的这一些台湾的脉络或者观察来展开的讨论。我们不只是在讨论独立艺术空间对于当代艺术崛起的重要性，或者是他们怎么影响了艺术形式的实验跟创新，还有生态的变化。那我们同时也是在讨论独立艺术空间如何从一个展示艺术创作的场所，延伸成培育艺术家的平台，甚至成为一种社会介入的方式。在很多时候，它能够同时也成为去建构地方艺术身份的一个动力。那在这场论坛中呢，我们不只是透过对于独立艺术空间的理解和体制的样貌去描绘艺术史，也希望能够去提问当下的艺术空间和机构的关系，以及亚洲艺术文献库作为一个档案机构，该如何去面对还有处理艺术档案的问题。那我相信这